然后不是，还有就是我不是说这次去带了一个小伙伴嘛，就是一直也没跟大家说，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，或者是总感觉还没到分享的时候。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养的，我养的一直养的小狗，路飞在之前就已经离世了，所以呢，我家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，我正好在开会，他说路飞走了，当时听的时候，他说你方便接电话吗？我说没问题啊。他说路飞走了，哇，我说因为其实在半年多前就一直听说他这个长了一个肿瘤，然后随时可能有走的风险，因为已经昏过一次了，就是被叫醒来的，就是躺在那儿已经不动了，然后后来是被拍醒来的。他家人就跟我说过一次，我说我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然后他说路飞走了，我说然后他就给我在视频电话嘛，给我看路飞躺在那儿，他们现在都很好，有一个给狗狗超度的地方，然后火化狗狗啊，然后火化完了还会给狗狗供起来有一个小框框，然后会给它点灯啊或者什么的，挺好。当时就接了这个电话以后，其实就心情很复杂。然后我家人又跟我说了一个事情，他说发信息，打完电话我又在开会，然后就发信息说，他说哎呀奇怪吧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路飞是睁着眼睛的，闭不上，然后他就问那个处理狗狗的这个地方，他说的人，他说怎么狗狗闭不上眼睛？他说都这样，他说这狗狗去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睁着眼睛。他说原来是这样。然后他说奇怪吧，他说一跟你打完视频，给你看完了以后，然后跟你说完话以后，他说路飞就闭上了眼睛。他说奇怪吧，他说给你打完电话以后眼睛就闭上了，就像听到了可能最后的声音吧，就闭上了。然后后来我决定要去冈仁波齐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说，都说这个冈仁波齐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，对吧？是一个承载了很多生与死的地方。就之前也有听说，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转山，就是想在那边去世，然后会走向什么极乐世界或者什么，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地方吧。然后我就让家人把这个骨灰寄到了北京，还有就是路飞的一个这个一直带的那个项圈寄来了北京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趟旅程就是带着他一块去，所以就是说带着小伙伴，就是带着路飞的骨灰，然后也把路飞埋在了那边。对，然后家人也说其实挺好的，因为有始有终嘛，就是我把它买来，然后带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工作的原因到处跑的原因，然后把它放在家人呢最后照顾得非常好，也是衣食无忧，吃好喝好，
什么都很好，然后最后骨灰到我这儿，我带他去转了一圈山，然后转完以后给他埋了，希望他以后都好吧，然后就是也我觉得是挺圆满的，然后家人也说去世以后他都没有梦见过路飞，说明都好。我觉得就一定是特别好才会很圆满，才会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牵挂吧，他就可以顺利的进入下个轮回了。对，就是希望他就是这一世也过得很开心快乐，然后衣食无忧的，对，都挺好的。就是感谢，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感谢这段缘分吧。